这个男人仅用3天就将全公司的女性拿下，老板的女儿、老板的媳妇、老板的小姨子全没能幸免。老板一气之下将他开除，就连打个车也跟司机来了电。3分钟的路程他用了半小时。走出房间，他当即进入圣人模式。此时此刻他心无杂念，可没走多远，就在酒店碰上另一个妹子。邪恶的小人瞬间占领高地，他感觉自己又行了。男人有项特殊能力，只要跟妹子对视，就能让对方爱上自己，但同样他也会对妹子无法自拔。他感觉这是病，得治，于是他找到当地最有名的心理医生。医生准备用催眠法来治疗，可催着就催到了宾馆，看来治病只能告一段落。他又开始四处找工作，但所有公司都不愿用他，因为他的光辉事迹被前老板转发给各位同行，哪怕碰上女老板，也只能征服他的人无法得到他的心。 Non, désolé. 因为所有老板都怕自己的女员工遭难，直到这天，大山接到一个电话，有一家公司愿意录用他。这家公司虽然是做女性内衣，但所有员工都是男性，这就完美避开大山的短板。当天晚上，他跟二大爷开香槟庆祝。二大爷是个资深老光棍，也是大山唯一的心灵导师。二人庆祝过后，二大爷发现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：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个大美女，最要命的是，她还是黑帮老大的女人。如果大山管不住自己，那这次犯病可是致命的。老板娘是个超级大模特，上次有个男人对她有想法，结果被她的黑老大丈夫一刀挑了下线。而大山又自带渣男属性，所有跟他对视的女人都会跟他斗地主。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，他找到一个打死都不会发生关系的医生治疗。黑妹是全国知名的巫师，她不仅口碑极佳，最关键的是她守身如玉，35年没碰过男人。两个完全不搭嘎的人，想必一定很安全。结果 Ouais, tonton. Non, ça marche pas là. Oui, j'ai tout essayé, je sais plus quoi faire. 而大爷一看，再这么下去，大山小命难保。他四处打听，结果真找到一位比大山还奇葩的心理医生，他叫翠花，专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。眼前的男人有跳楼综合症，只要见到窗户就忍不住跳下去。经过翠花的治疗，男人很快克服了心理障碍。翠花起身打开窗户，以此来证明已经给男人治好了。还好这里只是2楼，他来医院看望病人。经过交谈得知，原来男人的病早就好了，只是他爱上了翠花，所以才假装没治好。可翠花根本不信，因为这世界上不可能有人为爱情跳楼。Vous savez en plus que je ne cède jamais au chantage, alors c'est pas la peine de... 很不幸，这里是8楼，病人走得很安详，翠花也因此被公司开除。正当翠花为工作发愁时，她突然接到二大爷的电话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当即决定为大山治疗。二人第一次见面就让大山非常惊讶，他发现眼前的女人对他毫无兴趣，而自己也没有想跟他斗地主的冲动。这一刻，大山终于看到了希望。翠花当即制定了治疗方案，他会24小时跟着大山，只要他有冲动就会立刻制止。专业就是专业，大山也表示认可。当天他就把翠花带回了家。可到了晚上，翠花发现大山莫名消失，原来大山耐不住寂寞，跑来酒吧撩妹。这时翠花突然出现，对妹子说：“大山是我丈夫。”妹子上去就是一巴掌，都有老婆了还出来鬼混。这一下大山只能乖乖回家睡觉。第二天，大山来到公司，因为美女老板点名要见他。美女老板如同出水芙蓉，她走到大山面前，一脚踩了上去。正常男人根本把持不住，大山当即就要给她上一课。就在这时，女老板的丈夫突然出现，为了缓解尴尬，几人相视而笑。可笑着笑着，黑老大突然拔枪，他瞄准大山的荔枝扣动扳机。还好这一切都是梦，不过这也意味着，如果大山不治好见女人就想斗地主的病，他的结局可能比梦里还惨。第二天，大山找到心理治疗师翠华，他们来到一场酒会，这里到处都是妹子，就是要考验大山能否克制欲望。为了保险起见，翠华在大山身上放了电击腰带，只要大山有犯病征兆，翠华就会按下遥控器及时制止。大山来到酒会现场，他又情不自禁地去找妹子搭讪。虽然全程狼狈，但总算没做出格的事。第二天，他被公司安排出席记者发布会，到场的人大多都是年轻漂亮的妹子。这种场合，大山根本把持不住，他赶紧让不远处的翠花想办法。翠花说：“你看见那个大胡子了吗？只要你把所有人都想成是大胡子，一定能克制心里的欲望。”随后，大山开始自我催眠：“你们都是大胡子，你们都是大胡子。”当他睁开眼，好家伙，这哪里是记者发布会，分明是梁山好汉在开会。这招果然好使，大山全程都把持得很好。可当会议结束，大山在会场里偶遇一个金发靓妹，这妹子简直是极品中的极品。不远处的翠花一个劲地提醒他别犯病，可这时的大山根本顾不上治病，想治病起码过了今晚再说。眼看大山拿下耳机，翠花在对面大楼急得直跳脚。为了不前功尽弃，他竟然用跳楼来吸引大山注意。这招果然好使，大山被跳楼的翠花吸引，他没想到竟然有女人愿意为他跳楼，他急忙冲下楼救人，可最终还是没接住翠花。好在翠花并无大碍，在医院里二人一吻定情。当翠花出院后，二人分别精心打扮，准备第一次约会。大山刚出门就看到一辆豪车停在门口，原来是女
老板来接他去加班。来的时候确实想的是让大山为工作加班，结果两人聊着聊着就开到了别墅加班。来到别墅，女老板换上性感睡衣，就当两人即将斗地主的时候，眼前的女老板瞬间变成翠花。她跟翠花的过往疯狂的在大脑中闪现，那个对她毫无感觉的女孩，那个为她跳楼的女孩。大山一把推开老板，随后毅然决然的离开别墅。这是大山第一次拒绝美女，也许翠花的出现真的治好大山的怪病。大山找到翠花，二人相视一笑，拥吻在一起。话说，如果你有这种怪病，你愿意接受治疗吗？